家来到超越目标无民。欢迎大家来到超越目标无民最帅站长的海选现场，让我们有请山东小哥高月。搞草凿，其实我也是来颁奖的，让我们有请真正的刚姐。高能不无聊，精彩马上到！欢迎大家来到桃花坞专属访谈节目《超越目标无民》，我是高超，我是高月，我们是双胞胎。有请本期嘉宾亮亮姐，耶！哎呀，亮亮姐，知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大概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节目呀？没听过，没听过。我们这个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是超越目标无民，其实就是一个那个超是我，越是他。对，然后那个目标就是您。首先呢，我的目标呢，先把钱还你们。啊？姐呢就不差钱的，啊。哦。我给你们100，你们给我50，我先给你们100啊，我就不差钱的啊。姐，现在你有多少桃花币啊？你不要管。其实我们这个小栏目其实就是那个聊天，然后玩游戏，然后还敢叫我玩游戏啊？我给你揉腿，姐。哎，我就不敢了。哎，高超，承认错误。没有，我们就是想走之前哄您开心一下的，就是想让大家都开开心心，然后这个为大家做点啥。听说你们腿受伤了，谁呀？没有啊，他就是有点这个，就是因为你得罪人，你就是做了一个，是你吗？是他，是他啊，不是我，真是他这样子。所以就是你做错事报在他身上，这个就是双胞胎的反应。对，所以说我是好人，亮亮姐，我们一致对外。不是你别离我亮亮姐那么近，亮亮姐你跟我好，离我姐远点，离我姐远点，离我姐远点。啊，好了，别吵了。哦，行。其实昨天听了一个很温馨的一个故事，听说呢有人呢就吃了我一个包，那我再来一个，你看这是真好吃。你们吃没关系，为什么不留一个给我呢？啊！但是呢，就觉得我为了一个包就会很生气。没有。然后呢，就拿出了桃花币，就希望那个歌可以放在一个包里面。这是双高留给你的，就让我吃到，对就让我1年好运。是。听了这样呢，我真有一点感动。哎，让我呢整个晚上都觉得。要怎么去整他们呢？这样是这样的呀。亮亮姐怎么会生我们的气呢？秀，我怎么会为了一个包生气呢？对呀，我们知道不会生气。100块我收回啊！收回了。哎呀，差一点儿。再次欢迎亮亮姐。太开心了。OK。目标是我，对吧？对，来，我们节目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让亮亮姐成为桃花坞的首富。算了吧，算了吧，压力太大了吧，首富。就是生活呢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下，猜广东话什么意思？比上不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北海有鱼，北海有鱼。他们在笑。有时候就是生活呢，如果你让自己开心一点呢，你的心态里面就是常常觉得我比上面的我虽然不够，比上不足，对我比下面的我有多余。哦，所以我在那个桃花坞呢，就是那种赚够1天的钱我就躺平。哦，对。那我们这个小栏目完全可以让亮亮姐赚够1天的钱。今天就可以躺平了。OK， 我们的第一个环节是要亮亮姐填写一下我们的桃花坞的入屋档案。看我们的左边这几个问题，一个是屋内的编号，1到15这数字的话，你会给？我应该是2吧，我是年纪最大的第2个。哦，对吧？所以就涛姐比您大，我不敢说，你说的。对不起，那个他，哎呀，这个事情真的。你看他多不懂事儿。对，因为我是长子嘛，他是次子，他就是很次。哎，行。
这次来桃花坞的目标是什么，梁阳姐？我的目标呢，就是我希望可以从年轻的人可以多了解。我真的觉得我那个年代跟现在的年轻人生活模式都很不一样。所以我这一次来是想了解多一点年轻人的想法，好好的回去对付我儿子。你儿子肯定也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人，是不是？对，不像你们会做出那么的温馨的事情啊。我们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心会很大。不是，他们说你们两个都很正能量，所以你们想事情都会很正的去想，是不是真的做了这个事情会让姐姐不开心呢？有些人可能真的会这样，但是想得多。我是一个大咧咧的人，就是的。这个包跟那个包不一样，就是如果是那个包，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那本次我们的宣言是什么？讲一句口号之类的。就是玩得开心，玩得开心，睡得舒服，睡得舒服，玩得包包多多，包包多多。可以。直觉最准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就是一来我就猜到那个什么八方企业就是徐志胜，就是啥感觉？就是通过什么呢？因为我有参考之前的节目嘛，我发现这个人呢，啥的业态他都参与的哦，就是说明这个人很爱钱，也很喜欢投资，所以八方企业就是八方面的企业都关他的事，所以直接就指向这个人，指向这个人，但没有人相信我，猜到最后差不多最后一轮，他们在同意，都没人信，对，不听老人言。哎，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立刻火冒三丈？还问这个事？没有，这个话题直接跳过。这条题还要问呢？那可以不问，可以不问。我们这个入屋这个答案填写完成，我们这个给亮亮姐这个10桃花币。OK， 10桃花币 ，OK， 满分就是10分。对，直接给到10桃花币。OK， 要看你们今天表现呢。可以给到5000桃花币。这5000吗？行，亮姐，我其实想了解一下你这个余额大概有多少。我刚才你知道吗？我真的过来之前我再数一下，因为今天公布我们那个收入嘛，我排在中间。哦，那刚刚好哎。所以我是中产人士。但是我也有400多块，你想一下那个首付是多少钱？首付得几千吧？应该1000多吧？他说他已经过1000了。啊，那确实。徐志胜吗？首付是？徐志胜是欠款的人。对，他欠款。债的人。对他最对。来，第二个环节，污民个人技展示。然后我们这个也非常知道这个亮亮姐这个粤语啊、广东话说的非常好，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粤语绕口令？绕口令啊？对，然后我们跟你学习一下。哎，都是很简单的那个，你们肯定会了。我一点这个广东话都不会说。对，给亮亮姐准备了几个。有，你看那个题板吗？哇，这个不要说你，我也觉得很。花花娃娃娃呱呱呱呱話要畫花花，花花刮呱呱要呱呱罰花花，刮花花。我不知道到哪儿了，反正裤头应该是在这儿。中國人好犀利廣東話。哦，好犀利我知道，好犀利我知道，我听到了，好犀利是好的意思。对，很厲害的意思。厉害，好犀利。但这个真的很难，我觉得就是学第二句吧。呱呱呱要呱呱罰花花罰花花。OK， 你们来说吧。首先我们俩不是酷的疼，好吧？咱俩这个一直在呱呱叫。对，呱有呱呱发，好，可以。亮亮姐你自己有什么那个对绕口令教大家吗？入實驗室更咁嘅掣。等会儿，什么意思？这是？就是进去实验室干紧直治。我没听懂什么？什么意思？
就是入实验室哦，按那个紧急制。按键。好紧，这普通话都普通话也是绕口令吗？对。进实验室按紧急制动按键。哦，这好难啊！那亮亮姐能不能给我说一个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你太坏了！哦，各个国家嘅国歌。哎，怎么像一只小鸽子？亮亮姐的这个个人技完全不需要这个考验，因为亮姐这个已经在授课了。授课。对，我们很厉害，我们这些污民真的很有语言天分。菠萝包，包脑包。对，可以。学得都很快，是不是？对，学得很快。我们今天已经学完一首歌了。哦。对，期待呗。期待看正片吧。亮姐能不能教我一句广东话，就是装一下的那种？哎，我是高月，怎么说？我係高月。高语，听着像膏药，其实。高超怎么说？我係高超。啊，高秋啊！哦，高秋，听着你像个皮球。我係高秋。那你是个膏药，狗皮膏药。我係膏藥，狗皮膏药有膏药的高秋。对。那我们再来，就我们是双胞胎，怎么说？我哋係雙胞胎。双胞胎。双胞胎，双胞胎嘛，然后我俩都姓高，所以就叫双高胎。哦，我係雙高胎。我係雙高胎。来，咱连一下。我係高秋，我係高宇。我們是。我哋係雙高胎。雙高胎。可以。学会了，可以。哎呀，这陶阿币得给满了吗？因为正常教学这钱都没收咱们。对啊，那也是啊。是啊，你老提这醒干什么？好吧，我们给亮亮姐给到一个20陶阿币。哦，太厉害了，学会了，以后在广东就这么自我介绍。对。马上6月份广东专场，咱俩就这样介绍。可以，我们就这么介绍。就是这样。亮亮姐还记得吗？记得。我係高秋，我係高遠，我們哋對，我哋係我哋係雙高大胎雙高胎，記住了。再想想，我係高秋，我係高遠，我哋係雙高胎。可以。好像个音效，你看。OK， 亮亮姐来到桃花坞之前是想象这里是一个什么样子？很无聊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干嘛的那种。他们说啊，你来以后，他们有游戏，你喜欢玩就玩，不喜欢你就可以躺平啊。然后你就搞一些业态啊，去打工啊，这样。那我觉得可以呀。我想试一下在这里，15个人可以玩什么？对，然后又不会说一定要赚很多钱。就是舒服啊，认识朋友啊。对。那如果用3个词来形容桃花坞，你会怎么？快乐，快乐，无聊，又快乐又无聊。对，勤奋吧。勤奋哦，勤奋还是勤奋？很努力的啊，勤奋，快乐、无聊、勤奋。我刚刚说勤奋有什么分别呢？没分别啊。别怕，我也高瑶。一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咱们就自我介绍。别人说你滚出去，我说我是高 Q。高秋，就是可以很快乐，但是你也可以觉得很无聊，没事做的那种。但我也不是那种啊，你没事做你找事吧。我说啊，不一定吧，对吧？就是可以聊聊天，也可以，也可以很放松，对啊，放松，舒服最重要嘛。然后呢，偶尔就要努力一下工作去赚钱，因为我们那个盒饭都要10个桃花币嘛。啊，对，你赚钱多，你就能吃得好一点。对。作为这一季的新无名加入桃花坞，然后你是怎么能那么快的跟大家
这个融入大家这个，让大家都我没想过他们融不融入啊，我自己融入就可以。自己舒服就可对，以。因为你不能勉强人家跟你做好朋友啊，对吗？我只是我来交朋友，你愿意的我们就多聊。桃花坞好玩的，蛮好玩的，就是我第一次可以说是真的了解到有E人跟 I 人啊，对，可能你在生活，你碰到一个 I 人，你可以就说那我们就可以不见面，或者是你就找E人聊这样。但是你到了这里，你就是去了解到，I 人他们其实也愿意，只是你要给他们一个空间。你不能说做一些勉强他们去跟你沟通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收获是因为我儿子是一个蛮 I 的人。对，除了我是他妈妈以外，我们跟他的关系好像朋友，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会做出一些勉强他跟我聊天。但我经过桃花坞的生活，我觉得，不对的。这个好。对，我给了他一点空间，然后他会慢慢愿意跟我说。我回家了2次了嘛，我真的觉得我跟儿子真的是关系更近了。对，就是以前我是那种他在房间，我是那种你在干嘛？就动不动你在干嘛这样，然后他就会，你可以出去吗？就是我儿子是这样，但我这一次就是2次回去呢，我就一直没有去打扰他，只是晚上都跟他说晚安，或者是早上起来了吗这样，中间我就没有特意的去打扰他。他反而出来，你在干嘛吗？这样，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你学习的地方。然后亮姐再来一个拉扯，儿子一问你在干嘛，你说你可以出去吗？那是纯不想聊啊。不行，你妈碰到这样的机会就一下，哇，我在等你呀。可以，这真的很好哎。对，太可爱了。从这边体验完这个社交的小技巧，或者说感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之后，实践到回到家里去实践，真的很好。对，作为前辈吧，作为前辈，怎么和这些弟弟妹妹相处的时候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感受吗？而且我觉得大家好像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亮亮姐，大家都很喜欢。我觉得这个桃花坞是因为你不管你在外面是什么身份，你进来就是一个污名。我觉得只要你了解懂这句话呢，你进来的时候你就不要觉得你就是什么前辈就是你只是一个比较年纪大的污名，对吗？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跟他们的所有的待遇都是一样的。你就没有分别了，大家一起睡觉，然后一起分房间，然后对，大家吃的东西也一样。对我来说是这样。对，当然偶尔如果碰到他们就是那种，让我生气的，或者是就让我急的时候，我就会那种，就仗着自己是，就是年纪大一点就哄他们，好他们怎么样啊？但真的很好，其实你越这样。我们这些晚辈，我们其实反而心里没有隔阂。对，我觉得很舒服，亲切，对，很亲切。你逗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亮亮姐很真实，我们就反而很喜欢你。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所有人都一样。对，没分别。真好。那和年轻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更了解年轻人想法的地方吗？比如说那个。小贺特别喜欢讲粤语嘛？你觉得他讲的怎么样？他讲的不错的。他学得很快是吗？他学得很快，他听力很好。播音主持专业的确实是快。对，但是他就是不敢，他是那个，我觉得他是那种很有把握才表现出来的人。比方说，他也在粤语班嘛，我们在唱歌，他的声音呢永远都是小小的，就是我就要他声音出来一点，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一定要咬字很清楚，我才唱出来。他要准备好了我才唱。但是他比方说他今天上课之前跑到我旁边，把整段唱给我听，完全清楚的，他就很愿意唱。对。你现在会有感觉，现在的年轻人跟你们当时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想法比较抽象，比较抽象。这主要针对的是小贺吧，我觉得。也不是，安利啊，就是星海啊，他们就是有时候我也不能说很抽象，可能我那个年轻的时候，我已经很清楚我想做什么，用比较可能行动啊，或者是
清楚的想法，但是他们就会会想一些不一样的，你会觉得啊这样行的吗？哦，对，但是我反过来想，哎，其实可能我比较现实，他们可能就觉得不试过怎么知道行不行？哦，现在的年轻人的想法会更飞一些。对对，飞不是抽象是飞，对。之前那个在节目当中啊，和这个陈星海和节目组啊，因为这个西红柿炒蛋 battle 起来了，然后你直接一马当先的站起来替他打抱不平，这是为什么？不是，是因为我们吃了几天都是辣的菜，因为我广东人嘛，我是广东人，可能吃辣的不太习惯，吃了3天以后我的胃就受不了了，然后我就跟那个便利店说，我说你们能不能，节目组说能不能不要弄那么多辣的菜？节目组怎么回事？节目组呢就好像听不到一样，还整辣的，让人生气，对吧？然后那个星海就过去跟他们说，你们能弄一些不辣的嘛？然后那个便利店的人就突然间说，姐，那我们弄一个番茄炒蛋给你。然后我们2个就很开心的回去了。结果去拿过来的时候说10块桃花币，然后那个星海就飙起来了，他就说刚刚明明说送我们的，现在要收钱这样。对，然后他就啪跑过去了，然后我就怕他不要为了我跟有什么矛盾。我觉得可能大家之间听的跟说的那个人，大家有误解。我就过去就跟那个人说，我说你们说了你就要做。我说要不就调那个监控再录一下，对吗？然后但是没事，很快就解决了。星海也是一心为了我。最后你们付10套？当然不，说过不给就不给了，不是说不给，是他说送的。说好了就是咋回事，就是怎么样的，不能临时变卦。那也能看出来亮姐非常讲义气。对你，那你生活当中，比如说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儿，你会这个仗义的挺身而出吗？我一直是这样，但是就是这样得罪很多人。所以我现在呢，比方说我以前可能不关我的事，我也跑出来，但是我现在呢会退后一步，就多听一点，或者是觉得真的是不是我自己的事情，你没有去了解，我不能因为你是我好朋友，可能是你不对的，我就为了你承认。我以前是这样，对，但现在我就会退后一步，看一下能不能和解。对。以前是不管你做错做对，我都为你挺身而出。对。现在是如果你做错了，我就跟他说你态度有问题。不是我，如果你真的是做错了，我也会先帮你撑。先跟你拼了。你小点声说他。对，然后回去才你不能这样。这个好，这个好。对，现在是这样。又照顾了面子，然后又能解决问题。对。这是个好方法啊！你这个能进能退。对。之前那个张先生说非常喜欢脱口秀嘛，对，然后想约志胜去香港一起吃饭，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后续推进？志胜太忙了，对，所以我只能我们到北京或者是上海找他吃饭。这一家子去找志胜吃，你想想这个。也不是，现在如果真的有时间机会，我觉得就是给志玲哥跟他碰面吧。那把这件事情提上日程吧。提上日程吧。希望啊。OK。匿名聊天环节你是怎么暴露的？因为他们说你要发一段文字来就是表现你是谁，自我介绍，我就发了，但是我不知道我写了繁体字，看习惯了。对我来说是，我知道有些字是有简体，但是我出卖自己的是我们门没发现。门，其实那个字里面还有好几个字都是吗？门跟剑啊，对，好几个字都是。然后最终暴露是因为什么呢？你知道因为什么吗？你当时发了个语音，记得吗？对，鬼灵精。怎么撤回啊？纸浆。你是不是想语音转文字啊？不是，他们说你发一个语音是你说话，但是可以把它变成文字。
不是怪音。变声。然后他跟我说，你发了以后把那个手推到那边，然后再卷。我都还没推，他就已经发了。对呀，所以就是年代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我现在可以没手机的。啊，现在可以不用手机。就是我可以没有手机都可以生活的人，但是你们没有手机是不能生活的，对，有点难。对吗？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不懂得搞里面，对我来说，手机就是打电话、听电话，那么简单的。对。那你会感觉到现在，比如说年轻人用手机次数太多了吗？太多了，对。哦。这个真的是没朋友，你不觉得吗？确实。对，有了手机就没朋友。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感觉是你干嘛都要拿着手机，就24小时不离身的那种。对，身份证可以不带，手机一定要带。对。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对。改善，就见面交流就少了，是吧？对你肯定的，你都不需要，但是当然也带出一些很多的方便了。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比方说你跟朋友可能有眼神的接触，能聊天，可以更了解对方的心态。但是你通过语音就不一样了，对吧？还是多面对面的去聊天会更好一些。哎，亮姐，之前这个你自己自称是这个小红书被骂的最多的歌手，如果和我也可以说艺人，因为我们只说唱歌这一趴呀，就是说，智胜上次和你合唱了，你觉得谁的歌声呢更胜一筹？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我真没想到智胜终于有一个比我优越的地方。比你还优越。就是唱的那太难听了。我都以为我是那种五音不全，他就是一个音都不全。他就是聒噪式唱法，就是吵闹的。对，但是他觉得他自己唱的很好，他听不出来是吧？对。亮亮姐有时候会说自己我唱歌不太好。然后智胜会觉得我唱歌没什么问题啊。这坦白说，我有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唱歌蛮好的。我都是我老公告诉我的，你还是算了吧，你别唱了这样。对，那还是少说智胜吧，好像他俩一样。对，所以不要笑人家呢啊。可以。姐平时会自己有运动的习惯吗？没有，完全没有。那不工作的时候会参与哪些运动呢？也没有。没有。那最想尝试的运动是吗？先听我说。好。我平常不工作的时候，我很喜欢看电视，但是我看电视的时候，我会放一个垫在地上，我就边这样走路，就边看电视，大概半个小时到45分钟，我就会一直做5个小时看电视这样。看那么久？对，动2分钟看1个小时，这样的，那就多余放了个垫儿。这总比不动好吗？行，可以。但是你会看一些体育赛事吗？很喜欢。乒乓球，跳水，那如果在桃花坞里边办一个运动会的话，你会希望有什么运动，会有什么项目？乒乓球啊。乒乓球。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球员？孙颖莎。孙颖莎。对，孙颖莎、王曼玉、王楚钦、林思栋。对，但是前几天那个梁靖昆。帅，太帅了吗？帅，几个都很帅，太可爱了。OK， 我们的这个环节结束了。OK， 我觉得这个满分30个桃花币，给到720，给到720。720吗？是跳水了吗？又要？对。该给的就给啊。给到30，给到30，给满，给到30桃花币。OK。好，最后这一项有意思了，OK。这右边有一个这个许愿池嘛，我们现在是有60个桃花币，我们60桃花币你可以选择投一部分进去，然后咱们玩一个小游戏，如果你赢了的话，就可以获得双倍的。你投多少是你决定。全投呗。全投120，赢了就120。对呀 ，all in。对，那亮姐，我再贡献10个。 Double or nothing。就是要么就是2倍，要不就不要。对，all in。来吧。亮姐投进去吧。要球吗？你就放进去。球嘛，也可以，亮姐。
好了，OK， all in 了，亮姐 all in。好，来吧，我们介绍一下游戏吧，就是画画。这里呢，这个袋子里好抽象，有所有人的五官。这为了徐志胜对吧？五官分开来都很好看的。对，徐志胜嘴巴很好看。对，你看嘴型很明确，然后最重要是前面那个端啊，那个唇珠，对唇珠，明显。其实你五官分开来都很好的，你们合起来呢，姐呀？合起来很有特点啊。亮姐，你能精准找到志胜的嘴巴吗？志胜的嘴巴，这个就是志胜的嘴巴。哇，这是，好像是哎。哇，绝对是，我这嘴太熟悉了。这个就是志胜的嘴巴。我们选一个人，亮姐你来拼出来。好啊，我们就拼徐志胜，好不好？好，徐志胜。我们先给亮姐画一个徐志胜的脸，画一个脸。啊，他的头发是这样的，他现在的发型是这样的，然后这里有一个假发片。可以。对，好，来吧，头发已经出来了。我们给徐志胜拼一下，给他拼一下吧。这个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有眼线的，是不是他呢？这个像不像？我觉得像不像？哎，这俩是一个对儿。对。哎，有点那意思了，有点意思啊。鼻子你选哪个？鼻子呢？鼻子是有这几个鼻子，他鼻子也很有特点。这边是我们本店新到的一批鼻子，你看你怎么选择？亮姐想要跟买包一样，你选择哪个呢？有什么这个？这个颜色是最新款，这款鼻子呢有一些反光啊，高光打的比较匀。这款鼻子可能黑头有一些多，但是选择了。等一下啊，别急。眉毛还有眉毛。眉毛啊，眉毛。自身的眉毛也是很容易认的。应该这样对吧？觉得差不多了，来吧，我们来展示一下亮姐，展示一下亮亮姐心目中的徐志胜。怎么样？还是很像，还是很像的。对的，错了3个。眉毛错了对吧？这个应该也不是，这是大双眼皮太大。对，就这样，我给撕开吧。好，我们这是真正还原志胜出现了。哎，真的是能看出来，这眼睛看出来了。对。哦，他卧蚕有这么大呀？没睡好。再玩一轮。玩谁呢？亮姐现在还想拼谁？这是肖哥，嘴巴你看像不像？是吧？萧敬腾。真的吗？是吧？是不是？不可能吧？涂得那么红啊！他的嘴巴这块很……那我们拼老肖怎么样？肖哥拼肖哥吧，来吧。那个亮亮姐，你来画一下肖哥的脸。我才不做这种事情。你给他把头发也画上吧，他头发是那种散的，有点弯。肖哥的脸应该比徐志胜肯定是要小很多的。哦。然后头发我们画一个，这怎么画？肖哥现在是背头。对。那我们是画个大概，先连接一下。OK， 我们先这样吧。好，来吧。这个嘴巴是不是像？对吧？是不是挺像的？还可以哦。我觉得肖哥眉毛是这个吧。他眉毛特别好认，对。46。哎，对，像不像？最整齐的。对。他眉毛是。你知道他的业态是什么吗？修眉毛。对，慢说。不要紧张啊，一点点都不需要紧张。好，你就尽量不要乱动就好了。但也不用说屏住呼吸那么夸张。他已经体验了，你看他的眉毛就是被修过的。疼吗？有一点疼，但是我当时在这，哎，不疼，肖哥每次一揪我就，我的脚底板一直在打响指，那个眼泪从这里滴下来的。肖哥的眼睛，哦，这个是肖哥，哎，好像是哎。肖哥的鼻子，
不是这样的，这个这有点像74。就是74哦，我们把所有的五个对给肖哥贴上。我们来给肖哥贴一个歪嘴笑怎么样？哇，你不怕被网暴？哎呦，哎，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是23、40、57、60、74、15。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贴的肖哥。啊，这种不能播出来啊。肖哥贴上了 ，OK。哎，亮亮姐来猜吧，我们2个人兄弟齐心，你一定能猜出来。对。OK， 来吧，亮亮姐，你要根据她的动作，你来猜这是什么啊？好，几个字？4个字。OK。高超，你的这个手这样，比一个这个手势，然后呢，顺着这里，挥到这里，就这样挥，然后弯点腰，腿岔开，目视前方，然后坚定一点的眼神。啥子？一个行为，一个动作，其实就是。你确定是按照这个词儿对，不是在整我是吧？对，然后这个手不要滑到胸口，手往上面一点。乒乓球啊，4个字，打乒乓球啊，完全正确。哦，我以为是郭富城呢。郭富城，听我讲。再来一个，很厉害5个字，5个字，好。你拿出击手，对呀，你的舌头去舔你的，这个什么动物呢？可以说吗？这样不爱干净，不是小猫洗脸，猫，头2个字对了，小猫，然后它会很开心的时候会见到主人会发出的声音，小猫，它的声音3个字是同一样的。小猫喵喵喵。哇，这太快了！我都已经说出来了，完全说出来了。OK， 恭喜亮姐游戏获胜！耶！最终亮亮姐获得了120枚桃花币。耶！有排骨吃了，有排骨吃了，完全今天这2天都可以休息休息了。对，躺平。有50的我看到了，50 ，OK 了，来吧，亮姐，来我们谢谢120桃花币，120桃花币，耶！有排骨吃了，今天我们合张影吧，亮姐，来今天辛苦了，开心开心。握个手，握个手。好的，谢谢你。握个手，哎，我也握个手吧。哎呀，亮姐，拜拜。哎呀，多吃点好吃的吧。哇，多开心！好了，谢谢，拜拜。